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这一集呢，我们继续来介绍浴室翻新的工程。上一集我们介绍完了浴室的干区，还没有看过的好朋友，欢迎您先点击观看哦。这一集我们就接着来讲浴室的湿区，也就是在浴室里面有做防水结构的洗浴区。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欢迎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次浴室工程的核心，也就是淋浴房了。小李哥在之前的影片中也不止一次介绍到淋浴房。这一集呢，我主要讲几个在之前影片中没有讲到的点。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淋浴房的设计。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的淋浴房的空间比较大？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把一个按摩浴缸给拆掉，留下来的空间。屋主希望未来在使用上能够耐用不漏水，所以呢，我们一样选用了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但是呢，淋浴底座是有固定尺寸的，最大的淋浴座宽度也就是60寸。但是这个淋浴空间明显不止60寸啊，我们要怎么办呢？也许会有朋友说，我们可以新做一面墙，按照淋浴座的尺寸重新再做一个淋浴区就好了嘛。我和屋主呢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一来，空间不就浪费掉了吗？我们把浴缸换成淋浴房，不就是希望洗澡的空间大一点吗？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我们在这间淋浴房里面设计一个坐台，这样不但可以满足60寸的淋浴底座，也保留了最大的淋浴空间，还多了一个可以坐着洗澡的功能，也增加了可以放东西的空间。这样设计可以说是一举多得。Nice。当然呢，这个坐台我们里里外外都要做好防水的，不能只有表面贴上瓷砖。上面的这个平面呢，我们安装了一片防水的人造石，这样不但表面没有接缝，防水会更好，而且这样看起来非常好看。在安装石材的台面，我们也要做好 slope， 让水淋上去的时候可以顺利流回淋浴底座，不要积在台面的表层。介绍到这边，一定有朋友想问，为什么小李哥总是推荐大家使用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呢？难不成小李哥不会做水泥底座吗？我先澄清一下哈，我当然会做水泥淋浴底座啊。最近我在北温刚完成了一间无障碍浴室，无障碍浴室的地面上不能有任何凸起的挡水条。当然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地面做成一个全防水的浴室。这个浴室呢，我未来也会做影片和大家介绍。所以小李哥要做一个水泥贴砖的淋浴座，在技术上也自然不成问题。我会推荐大家尽量使用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这完全是基于材料科学的专业建议。关于木屋中为什么适合用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欢迎大家观看右上角的影片。简单的说呢，现代的玻璃纤维不但耐用、防水，而且呢还不容易发黄变色，又不像瓷砖呢会有瓷砖缝，清洁起来也会比较方便。这个淋浴空间呢比一般的大，所以呢这个淋浴门我们也是特别定做的。一般的标准淋浴门没有那么大，这次客户也是选用了无框淋浴门。我们在这片玻璃上呢还充分的利用空间，设计了可以挂大浴巾的毛巾杆。其他关于无框淋浴门的这些细节，大家可以看小李哥的这一部影片，有更详细的介绍哦。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坐台的上方设计了一个砍入式的置物壁龛。这种置物壁龛很好用，可以收纳一些瓶瓶罐罐，却又不会占用空间。但是呢，在木结构的房子中，它比较不好做的部分，就是在施工上，我们要确保它的防水万无一失。除了呢，我们要在墙体内预先做好防水层，我们在铺瓷砖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做好 slope。就跟刚才我们讲到的坐台一样，我们一定要确保排水顺利。木结构的房子要做好防水，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排水要畅通。淋浴房是这样，外房顶、外墙其实也是这样。
就连房子的地下室和地基的结构也都是一样，就是排水要做好。大家看，虽然这个淋浴壁龛没有很大，但是我们也都做了内高外低的斜度。当然呢，铺这一块瓷砖的难度就在于斜度是要有做啦，但是总不能斜到不能放东西。大家还真别笑，我就看过有师傅做这个斜度，做到东西放进去会滑下来的。大家也许会问，置物壁龛只能装这种小尺寸的吗？如果我们要做这种大壁龛可以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的，只是呢，在木结构中，我们的房子是像这个样子，有固定尺寸的隔架结构。所以呢，如果要做大壁龛，我们要先修改隔架结构。谈到要修改结构，免不了呢就要考虑一下承重啊、结构补强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在施工前一定要充分评估，而且呢，您一定要以专业的师傅的意见为主。大家看这套淋浴设备，我们远看一下，很漂亮，对不对？这就是整合式的淋浴阀。整合式的淋浴阀到底整合了什么？主要是这个，来，大家看，这个大的是冷热水的开关，上面呢还有一个小的开关。这个小的开关呢是控制水流，也就是控制水要从莲蓬头出来，还是从上面的 waterfall 出来。就是所有的控制呢，都是在这一个水阀里面完成的。这种水阀呢，可以让淋浴房的设计更灵活，因为它的 waterfall 和莲蓬头可以不必连接在一起。就像这一间浴室啊，冷热水源其实是在这一片墙的里面。习惯上呢，我们也会把淋浴设备装在淋浴房的这个窄边。我相信现在正在看影片的您，家中应该也是这样装的。但是呢，在这一次的 case 里面，我们设计了这个坐台在有水源的这一侧。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淋浴设备装在坐台的这一边，那坐台就没有坐的功能了。而且呢，淋浴设备也会变得不方便使用。所以呢，我们把淋浴水阀大胆设计到了淋浴房的正面，也就是在这个淋浴房的宽边。Waterfall 的出水口呢，我们也放在侧面，因为这个位置呢，出水刚好可以在头顶的正上方。这个淋浴坝呢，可以发挥抓握的功能，所以呢，我们把它安装在坐台的左手边，让有机会可以坐着洗澡的家人站起来的时候可以扶手。莲蓬头呢，平时就架在淋浴坝的外侧，所以呢，不论坐着用还是站着用的时候，都会十分方便。这样灵活的设计和分配是只有整合式的淋浴阀才能做到的。再加上在淋浴房的里面，我们还加了一只淋浴扶手，在进出淋浴房的时候呢，可以抓握。这样设计呢，也可以让淋浴房用起来更安全。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后安装的浴室配件。浴室呢，主要有3样配件，小李哥习惯叫做浴室3件套。这3件套呢，也就是卫生纸架、毛巾架和擦手巾架。在市面上呢，这3样东西都有单独销售，当然呢，也有3件1组在卖的。功能呢，其实大同小异，但是在选择上比较重要的是，这些浴室配件的造型要配合浴室整体的设计风格。比如说呢，这一次的浴室走的是比较简洁现代的风格，这样浴室配件的线条我们也要选择比较简洁的，这样搭配起来才不会觉得怪怪的。另外呢，为了能挂沐浴用的大毛巾，这个毛巾架最好可以选择在24寸以上的规格。最后呢，我们把浴室都全部翻新了，油漆当然也不能是旧的。其实浴室倒不一定要使用浴室的专用漆，主要呢是看你的使用习惯。因为浴室的专用漆大多数都是 semi gloss 的亮度，这种油漆刷完墙会油油亮亮的，感觉比较防水。但是有部分的朋友会觉得这样的光度看起来比较没有高级感。其实如果在洗澡的时候，您只要确实的打开排风扇，而且呢在新做灰板的时候有确实的上灰板底漆，浴室是可以和其他室内空间使用相同的面漆的。小李哥真的有实验过哦，只要有确实的施工，这样长时间的浴室使用下来，油漆并不会有受潮或是脱色的问题。而且呢，这样做起来整体性会比较好，也会比较漂亮。看完这2集的影片，
相信大家对浴室翻新的工程以及浴室的材料的选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呢您对这2集的内容还有不了解的地方，或是有装修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